由于这里面有4只野兽当中有一只是有乳房的应该呢你有一个女性的而且很得力的助手这个助手呢工作能力还蛮强的，但是呢他喜欢站在旁边，他不太喜欢出风头，但是呢他对你来讲相当的重要。那时候他眼睛就瞪好大，说你怎么知道？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喜乐，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咯。这次呢我们喜乐来开杠呢要来继续我们上一次的塔罗解牌的5个途径的系列这次呢我们要谈的呢是第2个途径。第2个途径呢是所谓的观察者途径。那观察者途径呢跟我们前面讲的第1个途径凝视者途径呢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观察者途径呢它是比较学术的，或者是说它是比较依赖我们对于牌意的了解，还有呢我们对于整张牌上面的各个细节上的了解。尤其是托特牌托特牌的话呢，你会发现它一张牌面上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部分所组成。那这些部分呢都有它的神话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如果呢你要走观察者途径的这个朋友的话呢，你要对于呢整个牌面上它出现的所谓的象征还有它的神话内涵呢，最好呢能够稍微研读一下。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观察者途径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强大。因为呢观察者途径最重要的是它会去有一个上帝视角或者是旁观者视角呢去观察呢这个牌面上所拥有的细节，然后呢我们再挑出呢这个细节与来求占卜者的这个他们无论说我们讲的事件或他本人的特质呢相对应或者相共鸣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把它挑出来讲。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解牌的那个精细度就会变得很强。很多朋友呢在解牌的时候呢，最常碰到的困扰是说我都看起来是一个不错还不错，就这样就结束了，他讲不出细节来。可是呢你会发现有些占卜师呢，他可以如在目前，他可以把这个事件的来由或者是更细节更 detail 的部分呢讲得很清楚。那这怎么来的呢？很简单，在牌面上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个提示在上面，我们只要依照这个牌面上的提示呢来推想一下这个实际上的细节，你就会觉得呢很恐怖。你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来过我家，你怎么知道我家怎么样，或者你怎么知道我男朋友长怎么样，或者我男朋友的一个习惯的小动作是怎么样，或者是这个你怎么知道我平时会是怎么样在做事情的，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么清楚而且是小细节你都知道，不是一个大趋势而已那你的这个占卜的这个精细程度呢就会大大的提高。所以观察者呢第一件事情要训练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牌面上所有象征的理解。比如说喜乐喜欢用托特牌因为托特牌呢上面的象征非常的多，那喜乐也很喜欢用观察者的途径来解牌，所以呢我特别的呢喜欢托特牌。那韦特牌的话呢，它上面的东西就比较少，所以呢对我来讲呢，它引发我灵感的上面的东西就比较少，所以呢我比较喜欢用托特牌。好，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来拿一张牌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这个是大尔科纳的战车牌。那这张战车牌呢，它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部分，很多很多的细节第一个呢，它是一个穿着铠甲的人，拿着一个大圆盘坐在战车上面。他的战车上面的斗篷是有个棚盖住的，但是是蓝色的棚。然后它有4根柱子他的战车前面有2根柱子，后面2根柱子，然后2个很大的车轮，他端坐在上面，他的头顶有一只螃蟹。那拉着车呢是4个野兽4个神兽。那这4个神兽呢都有翅膀，但是呢有的神兽是有蹄的有的神兽是鸟爪的，它的脚是鸟爪的有的神兽呢是兽掌那有的神兽呢一般的脚掌，而且呢它各自有各自的，有上面比如有鳞片有的是母性的母兽，有的是公兽。因为有的兽是有乳房的，有的兽是没有乳房的它们的脸呢也各自不同，有的是鸟脸，有的是人脸，有的是
狮脸，有的是呢鱼脸或者是马脸，这里面上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可引发你的感受。譬如说好了有一位朋友呢来占卜，然后呢他说那我占卜一下公司的状况那他就抽到了这张牌，就是战车牌。我就单靠这张牌呢，就把他的公司状况讲了一下他就吓死了。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公司的状况好，第一个呢这张牌你的公司当然以战车这张牌的本身的牌意来说呢，就是他的公司的状况应该是一个蒸蒸日上的状况，正在一个创业阶段，或者是在一个冲的阶段，它不是一个守成阶段的一个公司。我就说你是负责人吗？他说是我是负责人。然后我说这个中间这个人呢，就是所谓的负责人呢，他身穿铠甲所以呢我说你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因为他拿着一个圆盘在肚子上在拿着一个圆盘这个圆盘呢又有土的元素。土的元素的意思是说呢，看起来呢你应该有一些资金，而且这资金还不小看起来你是主要的人你是主要的负责人，而且呢是大股东如果有跟人合伙的话呢，你应该是占资金的一半以上，你是主要的一个负责人。他说对其实呢这公司是他自己独资的说那就更确定了因为从这个战车上的这个隐喻上来看，他拿的那个盘呢就是他的公司那这公司是往前走的。可是呢我就说，可是虽然看起来你是冲，可是你是蛮保守的你是一个稳健的人，其实你并没有看起来这么冲你说他就笑了说为什么你怎么觉得我没那么冲冲因为呢我说他头上顶的是一只螃蟹螃蟹是巨蟹座巨蟹座的人是敏感又保守的所以呢其实你每一步计划你都想很久。他说对这公司的每一步呢都要自己负完全的责任他怎么可能随便的做决策他不会因为一点蝇头小利就往前冲的了我说你有蛮不错的员工怎么说？他说怎么说？就我看起来呢，你应该有3到4个员工是相当得力的助手因为这张战车上有4根柱子，而且有4个野兽来拉车他们是你的主力，你的角色比较像在做指挥，依照你的方向向前冲，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技能，而且都蛮能够独当一面的，蛮强的。他说对啊没错他们都还蛮厉害。那可是呢因为你这个老板呢还压得住他们他其实呢对你而言呢他们是你的得力助手，但是呢应该都还在你掌控之内并没有说这里面的员工呢有超过你的这个控制范围的状况所以呢你的公司应该运作的还算不错，也算是赚钱的。我想呢这个应该还不错啦你公司的状况呢应该是 OK 的。他听了就笑笑说哇你讲的还蛮清楚的而且我还讲说由于这里面有4只野兽当中有一只是有乳房的应该呢你有一个女性的而且很得力的助手这个助手呢工作能力还蛮强的，但是呢他喜欢站在旁边，他不太喜欢出风头，但是呢他对你来讲相当的重要。那时候他眼睛就瞪得好大，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这个牌面上可以看得出来。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我在这个牌面上呢就把所有的细节跟他的公司呢做一个对照应的猜想，然后呢一一的对上那他听了以后他就觉得说哇你怎么这个算牌这么恐怖一张牌就已经把我的公司看透透了，他就觉得有点恐怖啦我说没有啦，这个牌面中就是这样嘛，我们只一牌解牌啦也有可能会是讲错也不一定的因为呢占卜师有他自己个人的局限嘛不可能永远是对的只是说呢刚刚好呢我们比较契合我们比较有缘，所以呢我可以讲得比较清楚。所以呢这个思考方式呢就是所谓的观察者的一个方式这个途径呢它的优点是它可以讲到很多的细节，
但是呢，成也细节，败也细节，他会迷失在细节当中呢，常常讲不到呢这个事情的重点。细节讲得清楚，但是呢，核心的观念呢，却常常因为细节过多而被忽略。所以呢，就必须呢用另外的这个途径的思考方式呢，来处理这部分的缺陷。那这也是我们下一次呢要讲的这个主题呢，也就是所谓的智者的途径。今天呢，我们先讲到这里哈，期待下一次呢跟各位见面哦。如果各位觉得呢我们的内容还不错的话呢，欢迎按赞、订阅跟分享啊。如果想要看到新的影片通知，请按小铃铛啊。谢谢各位的观赏，谢谢。